Hello，大家好，这里是毛怪老师。上次我讲过刘欢和商鞅共同创造的断子绝孙的奖金制度，因为老师和校长的共同抗议，最终不了了之。放心啊，这次我不学着说话了。而上次故事结尾呢，我说到了我已经去提了辞职，但是在校长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磨硬泡、畅想未来的劝说下，我在我这块每一步都走错的悲哀的人生棋盘上，又迈出了具有纪念性意义的一步，我留下了。为什么学校都这样了，我还留下来呢？是啊，人家4块钱一张的活都接了，那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呢？世界上就是有我们这样的人。校长一阵哭诉说，你看看学校都这样了，你都留下来了，证明你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啊，你是学校的主心骨，这么多老师都走了，你一定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而且学生都这么信任你，都说毛怪老师是一个好老师，你走了那是对学校的一个巨大损失啊。另外你一直要求涨课时费的问题，我也会严肃考虑一下的，你放心吧，你留下来，学校是不会亏待你的。校长这么一张诚恳的大饼都画出来了，那我还有走的理由吗？虽然奖金还压在公司，但至少以后不会再扣奖金了。你看看，在这片残酷的战场上，那我就是最后的王者。作为残存下来的高手呢，那必然也要遭到校方的特别对待。除了安抚我的心情，还会在经济上对我进行大幅度的精神补偿。什么叫精神补偿呢？就是校长说了，以后一定给你涨课时费，这就是精神补偿。我当时感觉就是苦尽甘来，万象更新，一片欣欣向荣的美好未来，甚至幻想在这里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因为商鞅的一片摧残，留下来的老师凤毛麟角，校长迫不得已开始了招贤纳士、广纳贤才，并对我进行了一波新的肯定，说咱们学校现在缺人，你如果有好的人才也可以介绍过来呀，如果介绍的人水平高的话，没准还有奖金呢。看来我真的成为学校的中流砥柱了。而当时打了鸡血的我，又抱着对学校未来的憧憬，便激动地对校长说，我有一个朋友不但专业水平高，人家长得还帅呢，虽然没什么教学经验，但是经过我一番的魔鬼培训，必然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老师。校长说好啊，如果是人才，学校一定重用他。我这人呢，就是有一个优点，好事从来不独享，必须拉一个垫背的，因此这等好事怎么能把朋友忘了呢？这位仁兄呢，是我大学同学，军训时候都睡一张我们的床都挨着，一起见证过帝哥的变身。为了保护其隐私，他的履历我就不介绍了啊，简单就一个字，师外帅，还是闪闪发光的那种。当然我挑人也不是乱挑的，得对学生负责呀，并不是你光帅就行了，最主要原因是他当时也没什么正事儿，所以呢，下班我直接打车去找了这家伙。当当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有的 better not waste my precious time。帅哥，我们学校现在招老师呢，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看你不但专业做得好，形象咱就不用提了，你就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人民教师啊！你不去当老师都对不起你这张脸呢。我才不去当什么苦逼的老师呢，我现在自己挺好的，每天打打游戏，画画漫画，拍拍自拍，咋地？让我跟你一样每天哄孩子，还得看他们脸色，我才不去呢。看这家伙劝不动，我说你想想，你不去那事儿小，但学生们没了主心骨那事儿大呀，成天盯着我们几个没有颜值的老师，这学校也太没劲了。要说因为老师没有颜值就退学了，那也就是损失一点学校的名誉，但是万一有哪个学生想不开，啪自杀了，那人命关天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您的去留也许影响哪个学生的命运呢？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您其实不用怎么讲课，您就往那儿一坐，就是给学校增加了一个世界 buff 呀。我这一番言论之后呢，帅哥眼神有点迷离，说你说的好像也是有点道理，那你们就这么需要我吗？我说是啊，你看看为什么咱们朝阳区治安这么稳定，还不是因为那些朝阳大妈每天沐浴在您的光芒万丈下吗？没有您，咱们朝阳区早就变成洛杉矶了。帅哥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呀，但我这人有啥说啥，我也不怕得罪你，有一点我对你特别不满意。帅哥说没事儿，你说人无完人嘛，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能接受批评。我说朝阳区治安是变好了，但是您心里不能光想着广场舞群体吧，您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下一代呀？咱们学生心里缺少希望呀，上帝说要有光，但是光呢？光照大妈了，那行吗？咱得雨露均沾吧。那学生都眼巴巴等着您呢，您就忍心放任他们于不顾？我一个动画老师能起多大的风浪？顶多教他们一些 Flash 的雕虫小技，但他们的灵魂更需要拯救啊！而且我只会一点小动画，专业的绘画课程还得您来呀。您也知道，绘画是2D 的精髓，没有精髓，动画就是个屁。
帅哥说，虽然我是挺优秀的，但是我还是不太想当老师。我翻出在学校偷拍的女学生们的照片，挨着个的刷给帅哥看。你看看这些学生们多可怜，他们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技术成熟的、有爱心的老师。如果再有点魅力，那就更好了。算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当老师，算我来错了，打扰你了，浪费您的时间，您就踏踏实实打游戏吧。我走了，我也不会再来烦您了。帅哥一把拉住我，游戏可以不打，孩子们的未来要紧呐。第二天，我带着帅哥来到京信大厦。开始帅哥还有点紧张，我说你他妈自信点，拿出男子汉的气概，平时打游戏的精气神都哪儿去了？当我们踏入校长的办公室，这个百年不见阳光的地窖立刻蓬荜生辉。校长盯着这个千古奇人愣神了，区一个校长，他能见过什么？校长盯着帅哥的脸看了得有1分钟啊，终于蹦出了4个字：太帅了。当然了，帅并不能当饭吃啊！当帅哥一鼓作气就撸起袖子准备去拯救学生们的时候，校长说：“咱们还是先来一次试讲吧。”帅哥一个趔趄：“不是直接入职吗？怎么还得试讲啊？女学生们，学生们不是翘首企盼的吗？”我说：“废话，那你以为这京信大厦是想来就来的？万一是个废物，那还不把学生给坑了？”这时候帅哥才觉得好像跟我开始讲的不太一样啊。我说：“你看啊，校长都说了，你还是挺帅的，至少说明你并不是一无是处啊。我看咱们试讲就安排在明天吧。”帅哥一阵迷糊，回去的路上问我怎么感觉你给我下了一个套啊？我又拿出手机翻着女学生们的照片说：“你要是觉得我忽悠你，您就别来了。”帅哥说：“别，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没讲过课吗？我这不是怕讲不好给咱们学生们造成心理落差吗？”我说：“这个好吧，您专业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讲课就是一个方法问题。我屈尊让您请我吃一顿饭，我1个小时就把您教会。”晚宴上，我把我毕生教学经验倾囊相授20%给帅哥。我说：“行了，您就这么讲。别看只有20%啊，这对新手教师那也绝对够用了。”果然，那第2天试讲的时候，那帅哥讲了个一塌糊涂，我在下面都听傻了。虽然我传授的那是真本事，但是他紧张啊！我这比城墙还厚的脸，那也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练出来的。这货跟我第一次讲课一样，浑身哆嗦，舌头打卷，站在台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啥。我心想，完蛋，这2天算是白忙活了。30分钟犹如灾难一般的试讲终于结束了。帅哥满头大汗站在那儿，腿还发抖呢。我低着头心说 Game over。 校长终于打破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你太帅了。”校长盯着帅哥的脸愣神了30分钟，根本没听他讲的是什么，关键是帅就够了。世界真是他妈的不公平啊！随着帅哥的入住，学校似乎是真的起死回生了。虽然他的试讲是天崩地裂，但是毕竟实力在那儿摆着的，没2天脸皮就比我还厚了，很快就可以像我一样坐在女学生面前信口雌黄了。此时呢，作为京信大厦的2个于宇宙牛逼大学毕业的最与最的2D 领域的组合教师再度联手，势必能为整个朝阳区带来翻天覆地的震撼。除了帅哥呢，另外还进了一批根本就不帅的老师。你说你们又不帅，你们配跟我和帅哥做同事吗？但是一窝蜂的散户疯狂追涨，基本没有一个好结果的。所谓短暂的爆发期，就是因为它短暂嘛。在学校疯狂扩招之后，学校突然发现学生不够用了，这么多老师每天坐在那儿打牌，我也从之前的全天课变成了半天课。而学校总部做了一个更惊人的操作，在偏远校区疯狂开设新校区，估计又是刘欢他们的主意啊。这些开在荒郊野岭的校区，专门向那些3、4线城市和务农家庭的孩子们伸出了魔爪，美其名曰让这些孩子接触位于世界前沿的游戏开发技术。你不得不说，校方确实很有创意，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管杀不管埋的典型案例。他们用游戏来吸引孩子，那上当率自然很高。没几天，这些教室便人满为患，孩子们以为去游戏厅呢。也不是说这些孩子就学不出来呀，但是这里确实有着一大批甚至连电脑都没见过，连干什么都不知道就被忽悠进来的群体。同时，为了能顺利忽悠这帮学生走进学校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学校拍着胸脯保证在这里学习半年之后能找到月薪5000以上的工作。我不知道谁琢磨出的这个主意啊，当时我们大部分老师1个月都挣不到5000呀，这广告做的我们自己都觉得肝颤。那怎么着，我直接辞职原地当学生得了。校方要求啊，在1周左右的试听课程中尽可能多的留下学生们，但针对这些连干什么都不知道的学生，其教学难度自然也就呈指数级增长。一脸懵逼的孩子们到学校发现要学的东西还不少呢。这边正上着素描课呢，一个学生坐在那儿发愣，也不画画。老师问他，你为什么不画呀？孩子很诚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画画，我也不想学动画，我也不喜欢编程。老师问，那你干嘛来了？我爹告诉我，来这儿待几个月，出去给介绍工作，1个月5000，我就来了。你说你遇到这样的学生应该怎么办？要我说，第一时间你应该给他劝退，人家都不喜欢学，硬让人家来，这不是互相折磨吗？但是来自高层的压力说，你必须想方设法留下这些潜在客户啊。是啊，他们出的主意，忽悠人来是挺容易的，压力全他妈给老师了。高层发现这种前期极具效率的偏远校区很成功，于是在多个省份大规模的复制。这时候呢，我们这些相对
对正常一点的校区的冗余的老师们便有了利用价值。刘商组合并不是不知道偏远校区的后劲不足啊，他们又不是傻子，只不过想把这些冗余老师的剩余价值给榨干呀，利用他们尽可能的把偏远校区的学生多留几个。这一招绝对是一石二鸟，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商业头脑。为了高尚的校区支教活动，总部开始频繁的从各个校区调人，当然被选中的幸运儿都是从教学不怎么样的末端的老师开始的，而他们的命运也可想而知。自古以来发配边疆的能有几个好下场，最终结局要不你就郁郁寡欢，要不你就逼上梁山。而在如今这个社会，你也没有什么机会选择第二条，想回来门儿也没有。有的老师把这个比喻成上山下乡啊，其实完全不一样，这本质上是充军发配呀。因此呢，这些老师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在这些劳改营一样的学校里被迫鸡同鸭讲，最终结局呢，基本都是实在过不下去了，自己辞职。辞职以后，这个空缺的职位怎么办？小意思啊！这种让领导看不顺眼的底层刺头或者窝囊废，逐渐在每一个普通校区，在大家都讳莫如深的沉默中被沦为边缘人物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早已被领导写进了死亡笔记。自此，这辆没有刹车装置的命运的列车便载着这帮可怜虫在黄泉的铁路上驶向了偏远校区。回首过往，才发现自己早已在这个学校搭建的完美的闭环宇宙里被无声无息地献祭给了这个内循环中最后的黑洞。现在他能做的仅仅是在落入事件世界前回首一下过往的繁华，发出最后一声徒劳的哀叹。你甚至都不知道凶手是谁。一天早上，我倾听着这些来自宇宙中哀嚎的回声，突然打了一个冷战。校长少见的过来关心我说：“你看，你原来一个人带2个班呀，这上下午都讲满了。那时候你多辛苦啊，是不是？”说了一半，他走了。这没头没尾的关心让我觉得有点不安。之前2D课程确实是我一个人来承担，自从帅哥来了以后，我这2把刀的绘画部分全都交给光芒万丈了。而人家帅哥此时不但讲课炉火纯青，再加上他言谈举止和社会交际都比我这种愤世嫉俗、孤僻较真的事儿逼招人爱多了。因此，现在本校区招生的试听课程都由帅哥来担任了。当然了，这是种族天赋啊，天赋压拳嘛。我还在琢磨刚才校长的谈话是什么意思。帅哥正好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迈入了京信大厦。今天我有试听课，就不跟你一起吃下等人的油条了。虽然我当出头鸟的日子有点日落西山了，不过我带着大美女和一些歪瓜裂枣进行没用的艺术创作的项目组里还有我的一份重任，因此我对自己在学校的地位一直很自信。我更不相信自己会走上林宠那条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正在给接近毕业的13班讲课，校长突然礼貌地踹开我的门，说：“你他妈出来一趟。”他今天画着一张笑脸，温柔而关切地问：“哎呀，最近讲课很辛苦吧？最近学生们反映你讲课越来越好了。我就是没看错你，你绝对是学校的主心骨啊！学校没你就他妈完蛋了。”我心里一阵窃喜，哎呀，看这架势是要涨课时费了。你知道吗？一提起你的名字，不但在咱们校区闻名遐迩，你的名字都传到中原地区了，就连山东校区都知道北京有一个毛怪老师，那儿的学生都盼着你过去给他们讲课呢。你看那儿的学生的照片我都带来了，你看，我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校长接着说：“你没什么意见就给你买火车票了，周末出发前往菏泽。”我说您等等，是什么玩意儿？我就去菏泽了。原来前几天听到的宇宙的回声不是幻觉呀，那他妈是我的丧钟！我真他妈活该，玩魔兽我玩的都是亡灵。虽然看过很多老师被充军发配，但是我这个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不过人生本就如此啊，无论灾难还是幸福总是不期而至。但是我这回还真有点不同啊，因为像我这样在一个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把老师踢了的还真没有先例。这校长演都不演了，之前什么你是中流砥柱啊，你是定海神针啊，顶天立地什么的全都化为泡影，靠着幻觉来支撑梦想的任何时候都可能碎得渣都不剩。我说我这13班还没讲完呢，校长说可以让帅老师踢你呀，你之前也不是一次带2个班吗？你的13班也可以交给帅老师带呀。原来校长连退路都想好了。这时候联想到上次校长对我的谈话，那根本不是关心，那他妈是在给我做心理建设呢。心理学上那叫锚定，这次是看火候差不多了就直接准备穿串了。赶紧的，山东那边都望眼欲穿了，你答应了是吧？给你买票了啊！我说您让我考虑考虑，给我1天的时间。校长看我满脸的犹豫，立马安慰我说：“你别多想啊，你跟那些老师不一样，山东校区很重要，才派你去的。我跟那些老师不一样。”连课都不让我讲完，确实跟他们不一样，我太重要了。当天晚上呢，我跟帅哥吃炒饼，我说我觉得我的日子到了。别看他长得挺帅，但他又不傻，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作为这么多年共同奋斗的宇宙牛逼组合，他倒是体现了作为一个胜者的大度。学校怎么能这么干呢？我特别能理解你们这些凡人的处境。你放心，学校要是想整你，我就辞职。我说你拉倒吧，你能找到这么一个工作容易吗？好像挺容易的。仔细想想呢，我在这儿待的也确实太久了，关键是我在这儿到
到底得到了什么？从教学评定到刘欢商鞅，再到充军发配，在这个学校不惜一切代价为其书写新的历史时，我他妈都是那个代价。而且我也不想去什么山东，被发配到远方的先烈们的结局还历历在目。我还跟他们不一样，是能封我一个汉献帝当是怎么着？我站在我这块残缺不全的人生棋盘上，反思之前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应该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了。我对帅哥说，明天无论我干出什么事你都别管。第二天我放下屠刀对校长说，我们做一个交易，你让我踏踏实实把13班讲完之后我就辞职，反正帅哥一个人在这儿也够用，你肯定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校长一听乐了，我能看出他是真乐。哎呀，你怎么这么想啊？让你去山东是真的很需要你啊，你怎么提出辞职了？而且我知道你提过很多次课时费的问题了，你要是在乎钱，我告诉你，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之前答应你了，我一直在想着给你涨课时费呢，你想太多了。是啊，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确实不是问题，问题是钱呢。总之他很高兴，于是交易达成了。2周后，在这个破败的小教室里，我给13班上完了最后一节课。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这个教室的灯管坏了。我盯着被显示器照得惨白的学生们的脸，如释重负地说出了在京信大厦最后一句话：你们是我在这里教的最后一个班了，感谢你们让我在这里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咱们冤家路窄，以后江湖上必有再见之时。祝尔等未来一帆风顺，记住了，翅膀硬了才能为所欲为呀。这时候，隔壁那个张灯结彩如节日盛宴的教室里，众星捧月般的帅哥正在给如痴如醉的新生们讲课。教室里一片欢声笑语，无尽光明的未来在彼端徐徐展开。此番情景正应一段古词：这壁厢愁云惨惨遮阴霁，那壁厢瑞霭飘飘绕楼台。送走这几个倒霉孩子，我对校长说：再他妈的见。校长说：哎呀，我真的在考虑给你涨钱呢，你就这么走了？你真的想好了吗？从校长苦口婆心留下我开始说要给我涨钱，一直到我辞职，最终还是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结果呢，从入职到辞职1分钱没涨不说，我还往里搭了不少。因为我的好心引荐了帅哥，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在我离职之后呢，学校立刻主动给帅哥涨了底薪，这是我第一次见学校给人涨底薪的。帅哥怕我心情不好，还请我吃了最后的早餐。我说你踏踏实实在这干嘛？学校怎么对你也绝对不会影响咱们之间的仇恨的。自此呢，帅哥在学校如鱼得水。这时候呢，我在京信大厦的历史上也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我便踏上了寻找新的火坑的征程。好了，做视频不易，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呢，请订阅点赞毛怪老师的频道。新的变态的故事正在制作中，我们 see you next time。